这是一个明长城吗？啊，我说这块儿，这不有一个类似长城的这么个东西吗？望火台。望火台啊。从1个多月前出来，一直带着很多东西。之前带了一个3人的帐篷，为了有效的节约收纳的空间，我换了一个帐篷。现在发现这个拖鞋呢也比较大，又买了一个纸片状的拖鞋，打算把目前这个拖鞋给邮回去。虽然拖鞋不值多少钱啊，但是相比邮费来说的话，再买个拖鞋还是更贵的，所以还是打算把它邮回去。我现在所在的偏关线和上一个清河线差不多，给人一种山城的感觉。刚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好像正好走到了这个偏关线的一条商业街上面，人非常多，熙熙攘攘的。哦，搞错了。本来我的打算是沿着黄河一路南下，这里离黄河另外一个重大的拐弯是在700多公里之外。我原本计算每天行大概100公里，每天行100公里呢，我可能还需要有3天的时间用来剪辑，也可能拍视频就花掉2天时间。所以这样700公里。我要走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从昨天开始，这里气温骤降，一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0度，所以我打算快速的离开这里，找一个温暖的地方。我实在是太怕冷了。我刚刚现在骑行了大概也就不到2公里，现在这个风啊，给脸部的刺痛感非常强烈。我想我应该去找个超市买一个口罩。离开这里不仅仅是个人体感温度让我有点受不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相机的电池和摩托车在启动的时候也会非常困难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，因为我非常想沿着黄河这个南下的路径挨着黄河一路走。能看到远处有一个大土堆吗？那个就是明长城的遗址之一啊。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路上行走是非常吃亏的，包括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。在内蒙古东部的草原上，很多地方你可以直接通达，骑行在那里就像骑行在一个平面上一样。但是在这里，同样的距离，你可能会多走1倍的路程都不止。那里有个窑洞，看样子还有人在居住呢。
现在黄河就在我的一侧，非常壮观，尤其那座桥搭建的。那个桥我发现了，是一个铁路桥，有火车在上面过。就在这个黄河边上，看到这样一个大土堆了吗？应该就是明长城遗址。哇，还是很高的。这个烽火台还有一个小屋一样的，可以按这里进来。这边有一个小窗，这里有一条步道。这个不知是后人走出来的，还是在明代就有这样的一个设施。山上的景色倒不错，从这个烽火台望过去，整个黄河的这段弯都尽收眼底。这个是预警用的，当有敌人攻过来，就会在这里点燃烽火。明长城遗址保护的比较好，但是其他的遗址更久远一点的可能就差了一点。比如说我在上都镇看到的那个上都，就是元帝国在中国这块区域的一个统治中心。元上都之所以被毁坏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明军在那里破坏的。整个这块路程都是在谷底穿行，现在我的指尖已经冻得很厉害了。哇，前面这是怎么了？尘土飞扬。刚刚过去一个车扬起来的吗？我的个天哪！可以看到这个村子吗？大家都在这个山顶上面建房。这边的山就像一个个大土堆，他们的田地就是开垦在这个土堆的山顶上，像这样一层一层、一层一层，往山的半腰开始延续，但是一般都延续不到山半腰，大概都在这个山的1/4的高度上就开始停止了，因为再往下这个山就比较陡。远远的望见那边有一个，应该也是明长城的一个遗址，能看见吗？那座城就在我的手指的方向。
这是一个明长城吗？我说这块儿，这不有一个类似长城的这么个东西吗？望火台。望火台啊！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因为远远的就看到山巅上有一座城堡，也是因为这座五彩斑斓的山看起来非常美。这个山体为什么形成这样的颜色，我搞不清楚。但是看到山体的沉积层，我基本上可以认定，在历史上这里一定是个海洋，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，因为那些沉积层里的石头都非常圆，而且它所沉积的位置有细沙，所以得出一个结论，这就是长期的冲刷淤积才会有这样的地理特征。现在我走的这条公路这一侧就是黄河，这里的河道明显看起来就比老牛湾那里要宽不少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了，这个天气马上就黑下来了，所以我得赶紧找个地方住下来。